在苏联解体以后的1994年，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曾煞有介事地重新审理了一桩案件。该案件的主角名为瓦列里·萨布林，他曾因犯有叛国罪被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执法机构于1976年处决。俄罗斯政府在重新审理了这桩案子之后，认为对萨布林的量刑超出了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同时还极为隐晦地对萨布林的反苏行为做出了正向评价。但叛国罪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死路一条，为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并未否定萨布林身负叛国罪的前提下，试图为其翻案？实际上，在那场叛国事件背后，主角萨布林或许是苏联最后一批真正的爱国者。当我们谈到卖国贼与叛国者的时候，身负重罪的主角要么是自私自利的恶人，要么有着同国家不共戴天之仇。然而，瓦列里·萨布林不仅不符合以上任何一个人设，他本人的人生履历俨然是一个真正苏联人的标准模板。萨布林与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出生在一个苏联海军军官家庭。萨布林家族祖居圣彼得堡，在俄罗斯帝国时代，其祖先就曾在帝国海军中服役，因此在二战中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之后，肩负家族传承的萨布林毫无疑问地选择考取当时的苏联海军最高学府，位于圣彼得堡的弗乌龙支海军学院。作为海军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萨布林聪慧过人，精力旺盛，在年仅17岁时就被这所家乡学校顺利录取。萨布林的家庭虽然在俄罗斯帝国时代曾为沙皇服务，但是海军的革命传统与父亲的红海军背景，让年轻的萨布林不仅没有成长为一个潜伏在苏联内部的保皇岛，反而成为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极度拥趸。凭借着良好的人缘与扎实的理论基础，入学没多久，萨布林就成为了弗龙支海军学院的共青团书记，还赶在毕业之前加入了其一心向往的苏联共产党。当萨布林于1960年毕业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位少年得志的年轻人前途一片大好，他将沿着既定路线一步步成为苏联海军的将军。然而在年轻的萨布林心里，成为将军并不重要，只是在他的眼里，苏联已经病了。在离开学校之后，他要做的并不是按部就班封侯拜相，而是以一己之力将苏联扭转回正确的思想轨道。在萨布林从弗龙支海军学院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了苏联北方舰队，任知识号驱逐舰的火控指挥官。此时，距离赫鲁晓夫发布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已经过去了4年。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在整个苏联范围内出现了有别于斯大林时期的宽松的舆论环境。升任北方舰队后，苏共党员萨布林出于对赫鲁晓夫与苏共党中央的支持，对当时喜欢给资产阶级翻案的风潮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也赞同在经历了斯大林的统治之后，此时的内部形势已经与列宁草创苏联时大相径庭。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萌生出来，他决定以一个苏共党员的身份，将他所目睹的苏联种种乱象写成一封信，直接寄给当时苏共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2年后，已调任新建的萨布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信件。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党内部分人员纯洁性的质疑，还要求赫鲁晓夫对那些贪腐分子进行肃清。然而，这封满怀基层军官热忱的信件还没传到赫鲁晓夫手里，就被苏联海军的政工人员拦了下来。他们一方面惊叹于还真有人不知死活，企图面见圣上，另一方面对萨布林的行为嗤之以鼻。红海军高层告诫萨布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给自己还有苏联找麻烦。为了给萨布林一个教训，林在1962年给予其首次晋升被推迟到了1963年。但除此之外，苏联海军并未过分为难这个有着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或许是惩罚太过形式化，也可能是萨布林始终坚信自己没有错。苏联海军人员的劝诫不但没有让萨布林放弃他那肉食者鄙的想法，反而坚定了他确信苏共基层已经出现了腐败，党内相当多的人已经忘记了初心。至今赫鲁晓夫无果之后，萨布林开始寻找其他的方式同苏共中央建立联系。而在勃列日涅夫政变上台之后，萨布林开始认为自己同这些留恋权力的老顽固没什么谈的。在整个60年代，萨布林的思想经历了从建议苏共中央寻求改变到苏联必须推倒重来的重大转变。然而，苏联海军不仅对这个曾有一腔热血刺头毫无警戒，萨布林的上司反而很欣赏这个有自己想法的年轻人。除了1963年的那次延迟晋升之外，苏联海军不仅在之后按时擢升了萨布林的职位，还在1969年将其选派进入列宁政治军事学院进修。列宁政治军事学院是苏联红军直属的高等军政学校，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苏联红军培养思想过硬的政工人员。
能被部队选派进这所大学，不仅意味着半只脚已经踏上了苏联将军的门槛，更意味着萨布林已经被军队认定为思想坚定的苏联拥护者。然而，选派萨布林进修的苏联海军只猜对了一半。萨布林确实思想坚定，但完全不是一个苏联拥护者。在列宁政治军事学院的4年进修期内，萨布林再次系统性学习了列宁的著作以及苏联党史。而当列宁领导建立苏联时的理想主义号召与当下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官僚做派之间的冲突，更让萨布林坚信此时的苏联高层腐败横行、大搞特权，已经完全背离了10月革命的初衷。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萨布林心中逐渐成型。当他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离开列宁政治军事学院之后，没人能想到这个前途一片光明的34岁军官将义无反顾地走上一条不归路。在前往列宁政治军事学院进修之前，萨布林的职位已经是苏联北方舰队的一位副舰长，而在毕业之后，他本应顺理成章地由副舰长变为实际职权更大的副政委。但实际情况对萨布林更有利，在他进修期间，同舰队的另一位政委刚因酗酒被开除。在位置出现空缺之后，苏联军方稍加思考，就将政委的位置委任给了刚刚从学校里走出来的萨布林。阴差阳错之下，不仅没有人发现萨布林试图挑战苏共中央的想法，还让他几乎获得了一艘军舰的控制权。这艘军舰名为警戒号，是一艘刚刚在1年前服役的新锐护卫舰。作为一条新船，警戒号的船员们也都是从其他船只上临时调来的，彼此还不是很熟悉。而这给了萨布林彻底控制全船的机会。在任职警戒号政委期间，他以自己过硬的履历与过人的口才，几乎是挨个说服了当时警戒号上的所有船员。虽然警戒号的大多数船员在苏联的生活都平淡且安逸，然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人政治与高压统治也确实让他们感觉到一些说不上来的不对劲。萨布林的激进想法多少也算是给这些无聊的年轻人找到了一条出路。在长达2年的准备之后，自觉已经团结全船的萨布林准备择机控制警戒号，绕开苏联海军的指挥，直扑当年的圣彼得堡，仿效阿弗勒尔号一声炮响，轰醒沉睡中的苏联人民。1975年11月，萨布林终于觉得时机完全成熟了。他先是绑架了舰长波托尔尼，然后集合全部军官，并宣布了他的起义计划。在萨布林几年的熏陶下，大多数军官对他的计划表示了默许。就这样，这条小船脱离了苏联海军的指挥，从当时的驻地里加出发，奔向了数百公里之外的列宁格勒。但实际上，警戒号军官们对萨布林的默许并非出于支持，而是出于迷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意现在的苏联存在问题，同意萨布林所说的官员腐败、社会高压的现状，也同意苏共中央中一部分人的思想动摇是导致现状的结果。但是在苏联的统治下，这些基层军官与士兵的生活水平也并不差，他们大多数不认为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同苏共中央开战才能解决的程度。有问题，但是找不到出路，于是当萨布林振臂一挥的时候，这些人抱着不如试一试的想法，毫无想法就跟着萨布林走上了谋反的道路。而在发现警戒号脱离指挥之后，其直属上级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在起初十分紧张。此时正值冷战高潮，警戒号的脱队很有可能是美国势力攻击或策反的结果。不过很快，一条消息让他们安心下来：警戒号上的电气军官菲尔索夫中尉不同于那些脑子混乱的同僚，他知道不管苏联有没有问题，萨布林的行为就是与自杀无异的叛国罪。于是他先对萨布林表面赞许，又在对方放弃警惕后悄悄逃离警戒号，并向舰队其他人员通报了船上发生的事情。在弄清楚了警戒号的行为与美国无关之后，波罗的海舰队向苏共中央通报了这一突发事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把萨布林的谋反当回事，想办法拦住这艘船，并劝萨布林迷途知返，是当时波罗的海舰队自己认定的解决方案。然而，当勃列日涅夫得知此事之后，他所下的命令却让整个波罗的海舰队感到了震惊。有关警戒号结局如何，萨布林起义能否敲醒苏联，我们下期再见。